同学，大家午安。是适逢这个国庆连假哈，国庆连假，首先也很欢迎现场的同学跟我们全世界线上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来我们这个公益讲座的这个参与哈，来给自己鼓掌一下。好，来提醒现场的同学，麻烦有手机的哈，有手机的好，麻烦请把你们家的鸡约束好，不要让鸡乱叫哈。好，不要让鸡乱叫哈。我记得以前台湾最早有一个这个鸡精的广告，因为以前要进补啦，什么都是要媳妇要坐月子嘛，都是要抓这个炖鸡嘛哈。有一个广告，就有一个妇人提了2只鸡要上公车，结果后来司机就讲了一句话：俩鸡别塞囧掐。抓那个生猛的鸡是不可以上车的所以就改带鸡精哈。这是我记得台湾最早这个鸡精的广告所以这句广告词徐氏都还一直记得这抓鸡是不可以上车的哈。那请各位把你们家的鸡手机请关机。OK， 好，那这个我们课程开始前我们先要，然后我们先请这个好了，先请德惠德惠来，其实还是要宣传一下第一个宣传是这个还是我们赛斯村的宣传这个心灵驿站，对，是心灵驿站对，我们人形看板，等一下先不要急其实先宣传第一个今年11月17、18是我们赛斯村的荣誉村民工作坊。那工作坊所有的收入包括许医师的讲师费都会全数捐给赛斯村作为建设那我们赛斯村谢谢我们赛斯村的这个赛斯讲堂的建设之前因为 COVID 所以又延误了。那我们现在赛斯讲堂又再度动工了，那预估在明年这个时候就完工了，所以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全世界第一座赛斯讲堂赛斯讲堂供奉赛斯推广赛斯心法。那未来赛斯讲堂完成之后未来大家每年都可以每个月都可以去一次赛斯村未来赛斯村徐是每个月在那里会多一次的公益讲座，好不好？所以大家每个月都可以去一次赛斯村。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年的18、19是我们的国际赛斯日，我们定位在魔法师的游乐园，所以我们的团队会设计很多如何来开启大家的超感官能力，好不好？就是这个类似像霍格华兹学院啦，怎么样把大家的这个内在的超感官知觉能够把它打开。那所有11月18、19在赛斯园区里面的食宿完全由基金会负担包括19号中午我们有这个桌菜半桌板豆这个桌菜流水席各位完全免费它就是桌菜，各位一桌一桌的由我们基金会赛斯村来招待大家，好不好？然后这个再来就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第一个为了体面最近这个万物齐涨大家的薪水都没有涨的一个概念，然后为了这个来加强许医师跟各位的一个情感交流也好，这个更靠近也好所以未来每个月2次，一次在赛斯的赛斯广固的讲堂，一次在台北分会，我们现场的赛斯读书会改成赛斯 party， 但是还是有读书会，所有现场完全免费，鼓掌。所有到赛斯广固就是中央7街26号跟台北分会
所有的现场的赛斯读书会，我们现场完全改成免费，因为大家知道本来是这个要缴场地费300-500块我们完全改成免费而且我们欢迎同学来贡献才能，比如说你们有跳火圈吞剑啦你们会表演什么胸口碎大石的啦，我们把它变成这个赛斯的 party 同乐会，好不好？简单来讲，徐师也心里面有一句话，就不要让大家觉得好像来看徐师都要花钱，没有，很多时候是不用花钱。像你们现在看到我有花钱吗？没有，还可以跟徐师握个手，对不对？都不用花钱，好不好？不用花钱。然后他都是做第一个嘛，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每个月2次，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近距离的来亲近赛斯书，好不好？那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心灵驿站的第3期那什么叫心灵驿站等一下德慧心理师会来跟大家介绍。那我要讲的是第4期，会开始是以慢性病为主，一样每个月1次。徐师会明年开办每个月1次的慢性病团体。那刚才已经有人报名了，就是我们的佩玉主任佩玉主任因为这个体重稍微比较重一点，血糖稍微偏高一点所以他就刚刚已经跟我报名了那我也邀请他来当这个慢性病这个团体的这个班长这个班长。那明年的应该是1月开始，我们会有一个慢性病的一个疗愈团体因为许医师的本科就是家医科医师所以许医师讲治疗是没问题的，许医师讲心理治疗也没问题，因为我就是精神科专科医师，好不好？而且拿的是台湾的证照，不是大陆的证照。OK， 好，当然很多同学拿大陆的证照也很好，没有问题。好，来，我们请德慧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接下来心灵驿站的那也跟大家讲第1期、第2期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心灵驿站到底有没有用，这是在干嘛的？好，来。我们昨天正好做了那个心灵驿站的白皮书，然后我们会观察到就是第1期、第2期的学员，然后再经过第1次是1个月，然后第2次是2个月，然后经过2个月的沉浸式的学习之后，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希望感跟快乐感都有很高的那个提升。当然本来得癌症的学员，然后他的希望感跟幸福感本来的数值就是比较低，可是我们会经过统计，然后经过研究之后，会发现他们的数值可以大量的提高。然后最棒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课程虽然是线上课程，但是其中还包含了许医师的癌症团疗。那上一次我们是有赛斯村，然后这一次我们也是一样会去赛斯村，然后会有一个开场的活动，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所有这上面的讲师，然后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那上一次经过阿友回娘家，然后我们也有招募了许多学员，然后学员可以虽然有些人在已经是康复或者是还在癌症当中，但是经过了这2个月的学习之后，然后大家会觉得不管对生死或者是对疾病都有不同的看见跟不同的观感。所以然后再来我们也有每个月有1次许医师原本带的癌症团疗他们可以从线上参与也可以实体参与。所以这一次这是第3期，我们已经做到第3期，然后这一次我们会扩大招募吧。我们第1次是只有12个人吧，差不多。第1次是12个人，然后第2次是16个人，然后这一次我们会扩大招募到30个人。那30个人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有看到这上面除了浸润式学习之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这一次做的研究结果，然后能够发表，然后作为一个学术上的发表，然后能够把赛斯的学术跟实际，然后能够做一个连结，然后可以发表到期刊上面，然后我们有一个正式的，然后赛斯学派的，不管是心理或者是治疗的方式。补充一下因为其实心灵驿站就是我们之前赛斯身心灵网络医院的前身。对，我们就是已经开始操作，可是因为现在各位是不可以有网络医院这个名词的。好，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个名词，改成心灵驿站。可是它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赛斯身心灵网络医院的前身。好，那这个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费用因为其实徐师对这个费用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去定出来的那我要讲的是，这个费用是因为有捐款人。
好，所以我们把费用降下来，是因为有捐款人。好，所以跟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物超所值的。好，然后再来，因为这是一个研究计划，所以我们会跟大学、会跟学院的教授合作，然后我们开始做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所以将来是要发展到发表在国内跟国际的期刊的。简单的讲，它就是把我们赛斯用在疗愈的部分，把它学术化，好，把它普及到全球，而且普及到所谓的学术的圈子里面，就不是一个大家在台面下啦，一个民间团体在搞的一个所谓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那这也是慢慢要让国际认可。我们的赛斯心法如何用在疗愈的部分。所以我们会跟大学的研究所，会跟大学的教授，实际上这个计划也是由一个大学的这个高教授他所主持的。他本来是玄奘大学的这个心理研究所的教授，那目前他这个高升到了文化大学，这是文化大学的一位高教授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研究计划。来继续。OK， 然后就像刚刚徐医师讲的，这原本是赛斯网络医院的一个前身，然后也有许多人的捐款，所以这上面的价格就像徐医生说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因为我们是2个月的课程，然后每天都会有浸泡式的学习，有可能是情绪发泄的课程，或者是许医师的生死学的讲座，然后还有护理师，还有这个心理师的查房。对，我们每个周都可以跟医生谈话，不是许医生，是战医师。对，但是我们还是有许医生的癌症团疗，然后每周都会有1到3次的护理师时间，所以你身体上不管有什么样子的状况，然后都可以跟护理师讨论，然后每个周你也可以跟医师讨论。那除了浸泡式的课程之外，除了一些知识上面的课程，然后我们还有所谓的心灵瑜伽，心灵瑜伽就是我带领的，然后会大家带领大家动动身体，然后动作也会根据癌友然后做一些设计。那最重要的就是癌友我们也有包含了1对1的谈话，就是跟心理师，然后每个周就会有1对1的谈话。你就这样子想，2个月的课程，然后包含了4次的心理师谈话，然后还包含了跟医生单独的对话，跟护理师单独的对话，加上许医师的团疗，然后2次不是1次，是2次医生的团疗，还包含了赛斯村，所以这一次的费用是非常的物超所值。然后所以如果身边有癌友，或者是你自己对癌症想要多一点的浸泡式的学习，然后都可以欢迎大家然后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们这下面有 QR code，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就麻烦扫码，然后可以报名。然后谢谢大家。是还有要补充的吗？或是你们可以介绍你们周遭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好不好？好，我们谢谢德慧哈。好，那我先讲一下哈，在明年我们的慢性病的部分哈，许医师有可能也会把这个家族排列把它放进来。好，但是这个是赛斯学派的家族排列。那我们做家族排列是要清除家族的业力。那清除家族的业力要干嘛？各位，就是你们家族的遗传病、慢性病，有没有听懂？所以许医师在开启一个赛斯心法的一个新的疗愈的方向。好，就是你们家族的这个限制性信念，你们家族的这种性格，你们家族这个业力的传承，它如何转成所谓的家族遗传性疾病？好，简单的讲，你后来是怎么样跟你爸爸妈妈的脾气越来越像？好，你后来是怎么样继承了这个家族的很多的习性，很多的限制性信念？那最后这些习性、个性跟限制性信念，又是如何转成你身上的这一些家族的遗传性疾病？比如说你所背负的家族业力，各位懂我意思吗？你跟父母之间的家族的业力，怎么样从赛斯学派的这样的一个家族排列去做一个化解？这样明白我的意思？OK， 好，来，那这个再讲一个笑话哈，因为
徐师觉得好像也开始有年纪了，应该多增加运动哈。就刚才下捷运的时候，就从捷运站一路跑到这里来，一口气哦，没有停哦。对，可见这个跑步还是可以锻炼的哈。好，来，我们请这个志猛哈，来，志猛到前面来哈。来，志猛同学是我们台东读书会的主持人哈，台东读书会的主持人，所以志猛第一个可以来为你的台东读书会招生，好不好？那第二个志猛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在国庆年假的时候会到台北来绕熟呢？还跑到新北的什么那个玉龙城是吧？这个新店最近开了一个玉龙城，那有24小时的成品，那有非常多的餐厅、商店进驻，对不对？对，然后这个他还从台东特别跑上来新店的玉龙城哈。那志谋本身其实他也是一位癌友所以各位不要看他这样子高高壮壮的其实他膀胱是很没有力量的哈。就是那个阿董被膀胱完的概念没有来开玩笑的啦哈。所以志猛过去这个膀胱的部分这个有一些状况了哈。然后他其实是一位癌友，来讲一下自己是怎么走过这些过程，然后怎么样从一个膀胱癌的患者跑来新北玉龙城，这个是不是也跑得太远了，还是怎样哈？来，然后学习赛斯心法对你的启发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在台东来组这样的一个赛斯读书会？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各位同学大家好，应该说各位帅哥美女大家好。那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哈。那因为那个有一只狗要来了嘛，所以我就先来台北躲一下。是避台风来的叫小犬有一个台风叫小犬往中南部去嘛，所以他就从台东飞到台北来避台风的，但是把你的家人留在那边就对了。不是，其实我是上来治疗的啦。对我6年前是得膀胱癌，然后那时候就还很彷徨嘛，然后过了3年，有一次类复发，然后就开始接触赛事在网络上，然后就越学越多，然后就学到现在这样子。那主要学赛事的话，让我觉得是说心理上有一个很稳定的那个感觉，不会心慌意乱，不会像开始的时候。这里我先讲一个笑话，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不知道是哪一个大学教授还是哪一个医院的医师也是参加我们的癌症团疗，他就讲一句话：你们这边的癌友没有一个长得像癌症病人。你们这边癌友没有一个长得像癌症病人，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很活泼、很快乐的样子？跟一般我们在医疗院所看到癌症病人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赛斯心法真的非常神奇的地方。对，来那个志蒙。对啊，我也是因为学了赛斯，其实开始个性上也有很大的转变。以前都是属于比较沉默那一型的，就是如果像这样的场合，我是会很紧张，然后也不敢讲话，甚至如果习医师一叫我，就会开始心悸，那个心脏会快要跳出来了，感觉。现在比较不会，而且现在我比较敢侃侃而谈，讲出自己的心理历程。那赛事带给我最大的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那一颗心会非常很稳的站在那边，不会随着台风的外围在那边乱被打来打去。只要一颗心安住了，其实方向正确了，终究会达到那个点嘛。所以赛斯给我的感觉就是让我很稳定的感觉，然后整个个性会大变，比较敢。个性为什么会大变？我只知道人需要大变，为什么个性也需要大变呢？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不好笑，不好笑。好冷对，因为到秋天了，好冷。我只知道人需要大变，为什么个性也会大变呢？我也不知道。好了，个性大变了，就学到现在就觉得，我越来越好像刚好就跟以前的我是一个颠倒的个性了，就是外向开始显露出来，然后也开始比较容易，开玩笑这样子，
啊，写的脸书就会开始欧北下欧北下，很多人看到我的脸书会。您刚刚是出去接手机？不是，我那朋友要来。哦，朋友要来，那好啦，好，那就可以接受了。我想说你在接手机，想把你宰的说，来继续说，对，比较会开玩笑，然后嘞，所以学赛斯的历程带给我个性蛮极大的一个改变。不然现在我还是一直会朝向比较快乐的方向去寻找，还比较容易觉察到说我陷入落入的情境当中是什么，然后就会开始去转变一下，稍微再转变一下这样子。所以赛斯带给我很大的一个觉察力。是，谢谢徐医师。不会。好，那我们也帮志猛招一下生哈因为他在台东带领赛斯的读书会，那不管是人多人少，他始终屹立不摇，对不对？是。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在台东的亲朋好友，来鼓励他们来参加志猛的读书会，好不好？是每个礼拜三下午3点到5点。如果大家有到台东游玩的话，可以顺便来参加，没关系。在台东的什么地方举行？台东的体育场。体育场那么大，那每次都上千人哦。可以容纳3万人。哦，可以容纳3万人，所以大家尽量帮他广告一下，好不好？好，我们谢谢志猛。那改天就邀许医师去体育场演讲。好，没问题。好，我们谢谢志猛。好，那个聪明，来广告一下你的课程了哈因为聪明第一个他是我们赛斯家族哈，那第二个他这个人如其名，的确也蛮聪明的哈。那为什么要特别广告聪明呢？因为我知道市面上有很多投资理财的课程，但是其实我不熟悉也不了解了哈。那聪明是我们的赛斯家族，那他自己也在学习了好多年的投资理财。好，那他各位不是报名牌的概念哦，也不是要引导大家去追求什么名跟利，都不是，而是他的课程会引导大家怎么去建立一个丰盛的金钱观，那怎么样在投资理财的部分可以有一个这个参考的一个思维啦哈，并不是什么坊间报名牌的各位都不是然后徐师也没有在做股票的理财都没有但是后来因为知道这个聪明然后做得还不错尤其是聪明的班上有一位学员对不对那个这个投资理财还不错比如说举例来讲了那可能他投入的资金那可能稍微多一点，比如说8、9千万假设新台币，那1年的收益可以超过1000万。股票8、9千万，一年的收益可以超过1000万。那一般来讲，股票的收益大概10到20% 都是 OK 的一般讲15% OK。好，那这个聪明要不要讲一下，你学了赛斯心法，对你的投资理财的这个部分，你觉得有帮助吗？是那个，因为这部分是我不擅长的啦那我也不懂说实话。可是我们有很多家族赛斯家族是很多才多艺的来。是我们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的心在做主。那其实我们的心常常接受是有内在的资讯，还有外在的资讯。那外在资讯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觉察的比如说可能一个新闻来，那我们可能就会小鹿乱撞，然后是看到说什么股票是好像是。听说什么股票可以赚的，那我们就赶快投入了。真的很多时候还会被骗对。那或者是说听说什么投资很不好，那我们就赶快就是逃离了。那事实上后来证明说其实是不应该逃的嘛。那这个是外在的资讯。那内在的资讯就是我们接受，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心情嘛，那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常我们可能会焦虑，比如说要交房贷啦，那可能你这笔钱进去了，可能你就如果不赚的话，那赔掉一部分的话，可能你这个月交房贷可能就有一些问题的。那这是属于内在资讯的接收嘛，那这些都影响我们的判断力。
那首先就是要先面对这些资讯，然后处理这些资讯都靠我们自己的心啊。那这个心的运作你越顺畅的话，处理这些资讯就越简单。然后就简单来讲，如果不管在各种投资理财，并不是投资理财的问题，而是如何安定自己的心，甚至要培养不要那么大的得失心的意思嘛。是。那有时候真的你外在资讯的处理还有内在资讯的处理都必须靠你自己很坚定的信心，也就是其实就是要接近信仰的那一种坚定的，那才不容易被这个外在的这些风风雨雨所动摇。那就是可以把这些其实股票本来就是投资本来就是上上下下的嘛，那所以如果是在上上下下，其实上上下下是机会啊，不应该是让你很紧张。其实比如说大家看到跌到很低的时候，大家一定出现一个心理就是会恐慌嘛。可是问题是说，这个恐慌其实是在告诉你说是要找一个安全的点。问题是说越低是越安全的，不是越高是越安全。这个是我们内在的认知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谬误嘛。所以就是越低那个是机会啊，但是你必须用你的很坚定的信仰去判断出这个是机会，而不是一个好像要让你财产损失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对于理财方面要对投资项目要很清楚啦，就是不懂的就不要乱投资啊。那讲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其实你要做一些研究，然后要对投资的标的有一些很清楚的认知啊。那这些清楚认知包括说你必须去研究它的财务的一些报告啦，不是说在市面上就是道听途说哪一个好，然后什么他这个月营收又上来，不是这么一个表面化的东西啦，必须它整体的一个财务报告，包括它获利的状况，包括它营收的趋势，然后甚至是有的公司比较好的会有出那个未来的展望，那要看一下它未来的财务预测。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些。这个不要讲太多，要参加你的课才要继续说下去。所以告诉大家，你的经验很丰富就对了，然后参加会有所收获。不管是要投资，来学习投资理财的观念也可以，不一定要投资。心态最重要是心态很重要。对，那样讲完，人家怎么报名来参加？对，就是说要有很坚定的信仰，这个信仰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一些认知啦。对，好，我们谢谢聪明哈。好，来，说实话，这个听了聪明的介绍哈，我都很想介绍我的家人来参加哈，因为虽然徐师没有在投资理财哈，但是我的家人很多人也是都有在投资理财。那我觉得这个投资理财怎么样把赛斯心法应用在投资理财上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哈。好，来，那我们开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主题在这里哈，就是存在的价值与正当性。好，来，主任来讲一下，到底什么叫存在的价值与正当性？来，那比如说我会直问你哈，你有认可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正当性吗？那存在的价值与正当性，你要觉得自己，比如说你要觉得自己有赚到钱才有存在的价值跟正当性吗？你要是觉得自己很优秀才有存在的价值跟正当性吗？来，徐师举个例子哈，我最近有一位这个已经念完研究所考上了国家心理师的一位心理师跟我说，好，每一次他坐在诊疗室里面，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那种冒牌心理师的感觉。
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有个专有名词，应该叫冒牌心理师症候群。就虽然你已经念完心理研究所，虽然你已经拿到了心理师的资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常常觉得自己是不合格的。好，那这个东西让我想起来，比如说当你一定要抱着这个吗？我没有安全感。这东西让我想起来，当我第一年当实习医师的时候，我当实习医师那时候我是念台北医学大学嘛，那我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在当实习医师。那我记得我第一天去当实习医师的时候，好像爷爷觉得自己好像是冒牌的，各位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穿着医师的那个医师袍因为荣总的医师袍，主治医师是短的，那个实习医师是长的，跟其他医院不一样，其他地方是主治医师是长的，实习医师是短的荣总军方系统刚好颠倒，主治医师是短的，其他实习生是长的。就是当你挂着一个医师的牌子，然后穿上医师的白袍的时候，就觉得我真的是吗？我会不会是假的？所以到底我们有没有认可自己存在的价值？还是你到现在为止都有一种自己是不是冒牌的？你是不是冒牌的一个孩子？你是不是冒牌的一个药师？你是不是冒牌的一个医生？你真的有认可自己存在的价值跟自己的正当性吗？那这个正当性，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不正当的？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其实一直在质疑自己？纵使你今天也许是一个专业人士，就算你是个专业人士，你真的肯定自己吗？我记得那时候佩瑜刚来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当新北的主任吗？我真的可以当一个赛斯的老师吗？我真的可以带领读书会吗？你真的对自己有没有信心？还是你从来对自己的自我价值、对自己的存在的正当性，其实是不肯定的？甚至有时候你身为你爸爸的女儿跟儿子，你都会觉得我是不是能够有存在的正当性？我值得当这个家的人吗？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题目，也是一个很内在、很自我探索的一个部分。来，那个你躲什么嘛？你有没有正当性在？对，没有正当性。来，身份证拿出来。来办公室。对，那党政，你有没有党政？没有啦。对，什么？没有啦。国民党、民进党的党政。好了，我有赛斯家族卡。来。对啊，就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应该是另有别人吧。对，可能在某一个很有钱的地方，然后有着豪宅，有着好几亿的资产等着我去继承。其实我的很严重啊。对，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不是死掉的那两个。对，小时候我们都幻想我们爸爸妈妈正在找我们，没有？其实我们这个跟你住在一起的，其实不是你真正的爸爸妈妈，你是爸爸妈妈是住在海外，很有钱，然后当时不小心把你丢下，然后现在带着满箱的黄金这个要来找你回来的这种感觉你不要再妄想了，好不好？我可能是被偷来的这样子，就是在婴儿室里面被抱错的那一个，对，抱错的，没有正当性。对，从小就有。从小，我相信每个小朋友应该都有这种幻想过吧？对啊，我小时候有幻想自己的父母不是自己的父母。对啊，其实你过来一点啊。好，来，因为这边才是中间。对，对啊，我就直到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面，有时候还是会怀疑自己啊，就会怀疑自己说，到底能不能当好一个主任？然后，当然很多人都会去羡慕新北，说，其实每个月都会来新北啊，每个月都有公益讲座，每个月都有工作坊啊，然后就是为新北带来很大笔的收入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知道每个月初就要这样子焦虑一次，你知道吗？就会开始很焦虑的说，我到底能不能再把这一次的公益讲座办好？然后公益讲座人是不是一样可以满？对，然后每满一次之后就会开始焦虑啊，下一次可不可以这么满？对，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台北能不能适应。对，因为是乡下孩子嘛，从高雄上来。对啊，对啊，就是那种南部小孩北漂的那种心情，是到现在还是很深啊。就那种，我到底能不能立足在天龙国？房子好贵哦。
聪明教我投资，拜托。我们讲个笑话，也是他就跟我说，徐师，这个台北的女孩子怎么在外面吃饭都叫这么多，而且都没有吃完，我们南部都不会这样。我们南部的女生都会把盘子舔干净。怎么台北的女生都叫这么多，而且都不会吃完，而且都不打包？对，我们是吃不完一定会打包回去的那一种。然后在台北，尤其是在台北市中心，你看台北的女生吃饭，就是叫一桌，然后每一样都只吃一半啊，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人。我好想打包那一桌，好丢脸哦！我好想打包那一桌，我那一桌看一看，应该也有好几百块吧。对，然后我就看到我的碗真的很干净，连汤都喝完了。对，然后就有一种，我是不是太 low 了？就是太斤斤计较那种东西，就会觉得自己很怂啊，然后很没有水准。对，但是我今天讲个笑话，许医师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但如果知道我的人，就是跟我出去东西叫都是要吃完，不然就是要带走的。许医师是不太能接受浪费，对，连水都要带走。所以那时候基金会去聚餐的时候，我就规定每个分会点一道菜，然后没吃完的那个分会要打包走。好，来继续讲。对啊，许医师是连住饭店、住旅馆，那水都会带走的那一种。然后他有一次就是我忘记在哪里，然后演讲结束，然后演讲桌上面有3瓶水，他3瓶水一次干走啊，然后我就跟在他后面，因为要跟着他一起跑到一半，他就回头丢1瓶给我，我说干嘛？给你喝。然后我讲说，这不是你刚刚讲台上那一瓶吗？对，我说谢谢许医师示范的那一种小气跟吝啬，能让我舒服一点这样子。对。我们现在在讲存在的正当性，回到主题，自我价值跟存在的正当性。来，对，那我记得其实我来台北也快1年了，你知道吗？对啊，其实夯不啷当的也快1年了。然后我记得刚来台北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适应，就连交通也没办法适应。人的讲话模式也没办法适应，我那是大脑康嘛，然后台北人听到我们那种讲话那么大声的，他就会冻结啊。我心里面就在想，你听不懂吗？那我再大声一点。我真的讲实话哈，以前因为我是在干嘛笑成这样？因为我是在板桥长大，然后我是念台北市的高中嘛。其实以前我没有概念，台湾的北中南是差异很大，现在可能比较没有，因为是交通后来很发达，高铁都一日来回啊。但是以前在我大学时代的时候，台湾北中南的差异真的很大。好，我跟大家我没有感觉，我第一次真的有感觉是什么时候？大家一定觉得很好笑，就是那个时候当兵上成功岭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北中南的年轻人跟小孩最大的不同是我上成功岭的时候啊，徐师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我上成功岭一眼看去，我就知道这是台北的小孩，一眼看过去那个呆呆笨笨的有没有？很好欺负的就是中南部的。好，然后台北的孩子永远不会说实话，好，中南部的孩子从来都不会讲假话，好，就是笨到不会讲假话，还越讲越大声的。对，这真的很有趣。我那次才真的发现，原来当年北中南落差是这么大。当然现在比较没有了，真的很不一样。对，有啦，现在你走在路上都看得出来，这台北的女生啊，这个中南部上来的，不知道，就是台北女生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白白的，然后中南部的就是连化妆都奇怪，连化妆还是看得出来是中南部的。对，那就是那种我不会讲啊，再讲我就要被出征了，不要这样。这有直播的，再讲了就要出草了。对，我记得那时候刚来台北，然后当主任的时候，我也跟学师闹过这个 argue， 就是我觉得他不是看中我的能力叫我来的，难道是看中你的体重吗？
好了好了，不玩了，来继续说。对，老师看中你的什么？就是我觉得他是有心机的。对，我觉得就是因为网军的事情，他才看到我的，而不是说我有能力或者是什么。对，可是你知道，当你对自己存在不肯定的时候，不管他怎么讲，那包含谢心理师也跟我讲过，就是不管是谁怎么跟我讲，我都听不下去。对，我都会觉得，就当你在自我怀疑的时候，别人再怎么肯定你，你不会相信。对，好，我简单来讲，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人家再怎么告诉你他爱你都没有用，因为你不会相信。好，这是于是在讲一句很实在一句话，赛斯讲过，如果你不真的自我肯定，最后你觉得人家再怎么肯定你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对啊，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去年底会定这个题目啊？就是10月份，对啊，10月是台湾的国庆月嘛，对啊，就是一个就今天整天的题目就是在讲自我价值啊，对啊，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要去正视去面对自己自我价值的部分，我一直只知道自己自卑，只知道自己觉得不够好，可是到底怎么去翻转过去，不知道，翻不过去，太胖了。你用滚啊，滚了360度，还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对，好了180。好了，我们谢谢佩玉这么真诚的分享。好，来今天这个题目哈，徐是先从某一段赛斯书作为开始哈。大家如果有看那个赛斯书的，应该是灵界的讯息吧哈。灵界的讯息最早有提到所谓的创世纪。好，创世纪总共有3个两难之局，3个两难之局。好，那第2跟第3我就不讲了。第一个两难之局是一切万有开始准备创造天地万物。好，简单来讲，天地万物跟整个所谓的物质宇宙，还有所有的多重世界的宇宙哈，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多重宇宙，不管是物质宇宙还是所有的非物质宇宙，或是所有的多重宇宙，其实最开始都是来自一切万有的意念。来，各位，其实最开始所有的万物都是来自一切万有的意念。简单来讲，一切万有开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简单来讲，这些起心动念就好像一切万有的一场梦。一切万有开始起心动念，那所有的起心动念越来越栩栩如生。来，各位，简单来讲，就好像假设你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生动，这个念头越来越栩栩如生，请问你跟这个念头会不会产生交互作用？来，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哈？如果你有一个起心动念，不管任何的起心动念，当你发现这个起心动念越来越越来越鲜明，这个起心动念越来越鲜明，这个起心动念越来越栩栩如生，这个起心动念它越来越富有活力及能量。来，好，终于一切万有的这个起心动念吸引了一切万有的注意力。来，各位仔细听哦。首先，所有的一切存在于一切万有的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就仿佛是一场梦，就像刚刚徐师提到的，你假想你有一个起心动念，来，不管任何的起心动念，你想要去吃个东西也好，你想要去做某一件事也好，来，有没有某些时候这个起心动念越来越强烈？
来到最后你会产生什么现象？好像你被迫必须要去行动，你被迫必须要把这些起心动念怎么样具体化。来，各位仔细听哦，徐师正在讲创世纪的过程哦，我也正在讲所谓什么叫创造实相哦。对，来，徐师打一个比喻，就好像你们当初在青少年时代想要谈恋爱或想要大学毕业想要创业的意念，有没有？好，就当初你们想要组一个家庭，你们想要谈一个恋爱，或是你们想要创业，你很强烈的有一个起心动念想去做一件事，最后这个念头会越来越什么？鲜明，栩栩如生，越来越充满活力跟能量，到最后你被迫你必须去正视它了。来，各位，否则你会怎么样？坐立不安。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会坐立不安，因为你的整个意念会被吸引过去。好了，各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很想到北海道度假也好，或者很想到台东度假。假设哈，你很想到台东度假啊，想着想着，台东的山跟海就出现了。好，台东还有个什么都兰山是？都兰。它真的叫都兰山哦，不是那个堵兰的那个意思哦。都兰山还有一个都兰国小，还有什么都兰糖厂，还有都兰什么国中？真的有都兰国中吗？你没有胡乱我，都兰国中有哈。所以各位就在那地方就是很多跟都兰有关的东西就对了。好，这个都兰山、都兰国小、都兰国中，你越想越什么？不是越想越突然，是你越想越觉得好像立刻想买机票飞过去，亲眼看到那个都兰山的感觉。后来买不到机票就很怎么样？就是这个比喻，所以你的一个念头会越来越栩栩如生，它会开始跟你产生 interact， 这个意念会开始想要具体化跟落实化，他想要具体化，他想要落实。来，各位明白徐师的比喻哈？来，所以这个意念，所以这个梦开始吸引了一切万有的注意。可是，一切万有说：“你是梦，你是假的啊。”来，各位，徐师在讲第一个两难之局咯。你是梦，你是假的啊。就这个梦回过头看着一切万有，我是你的梦，我是假的，那我是什么？来，各位，我是你的梦，我被你栩栩如生的创造出来，那你说我是假的，那我是什么？可是，一切万有知不知道这是他的梦？可是梦里面所有这些万物，他想要怎么样？他已经被梦出来了，一个已经被梦出来的东西，他要怎么样？各位，就像你所有最后你的梦想，最后不是你有梦想哦，是你的梦想逼迫着你，他要怎么样？他要怎么样？他要实现呐！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最后不是你起心动念，是你的起心动念回来逼迫你，他要怎么样？他要具体化。来，各位，徐师打一个很不好的比喻，就像最后所有的鬼都要有肉，想要有肉体一样。这样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各位，不是只有你起心动念，是所有你的起心动念的每一个意念都要怎么样？就你把我起心动念起来了，我是你的起心动念，可是我想怎么样？我想存在呀。各位，来，就像徐师打一个比喻，所有的父母都必须经历一个痛苦，你的孩子从是你的孩子变成什么？不是你的孩子了。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请问儿子结婚的还是你的儿子吗？各位，不是的，好不好？
当然这有点笑话的味道啦。女儿结婚了，嫁给别人的还是你的女儿吗？所以为什么说女儿胳膊往外弯？好，人家台湾话说怎么给他铲，怎么给他铲，有没有？女儿回来娘家偷东西的了，偷东西回他的夫家，偷东西给他自己的家庭了，对不对？然后儿子在结婚之前是妈妈生的，结婚之后是谁生的？太太生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最后所有的父母，你把儿子女儿生出来了，最后你会不会失去他们？因为他怎么样？独立的具体化了。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来，学士继续讲起心动念。一切万有看到所有这些意念，他想跟这些意念说，你们就是我的意念啊。他看到所有意念的过去、现在、未来，可是这些意念怎么说？我不要只当意念，我要什么？我要变成人，我要变成一朵云，我要变成一座山。听懂了没有？可是一切万有说，那你们就是意念啊，你们就是我的一场梦啊。然后这些梦说什么？我不要只是当梦，我要怎么样？来，各位，就像徐师讲一个概念，你要当画家。请问你要当画家这个念头，他最后会不会逼迫你？会不会给你动力？各位，你的起心动念不会放过你哦。来，听我这句话哦，你的起心动念不会放过你哦。什么意思？来，就像徐师打个比喻，今天如果说我要放弃推广赛斯心法，请问我过去所有起心动念要推广赛斯心法这些意念会不会放过我？会不会？不会。各位，我会睡不着觉。他半夜会来找我，你不是要推广赛斯心法吗？你不是说要去帮助众生集体开悟吗？你不是说要帮助全世界人类走上这个身心灵的时代吗？你怎么可以放弃这个梦想呢？各位，我的梦想会来追杀我，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各位，你们要小心你们的起心动念，因为你的起心动念会来追杀你哦。因为你不是只是起心动念，最后你的起心动念会回来要你为他负责哦。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各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佛法说你不要随便发愿啊，那个愿会回来追杀你啊。因为他一旦被赋予了能量，他就被赋予了什么？他要落实。而且我告诉各位，就算不是从你落实，他也会从你其他可能的自己落实。就算不是你这一辈子的转世，他也会跑到下一辈子的你。所以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不会消失，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好，我们再回到一切万有的起心动念。来，各位，首先你要知道，所有的万物，每一个原子分子都是一切万有的起心动念。最后这些起心动念开始回过头来说什么？我要存在。来，我先讲第一个两难之局。最后一切万有以存在对抗什么？来，这是第一个两难之局。来，什么叫存在对抗不存在？徐师打个比喻，请问婴儿还没生下来之前在哪里？妈妈的肚子。他有自己的呼吸吗？没有。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胎儿变婴儿，他有没有自己的呼吸？他有没有存在了？所以各位记得，法律上定义的谋杀罪是他生下来有自主呼吸，那个瞬间开始。各位听懂徐师的比喻哈？法律定义的谋杀罪是这个婴儿生下来有自己的呼吸，那叫做谋杀罪。如果这个婴儿生下来没有呼吸，第一个就没有，第二个在妈妈肚子里面没有呼吸就不算。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法律定义的生命谋杀罪是生下来有自己的呼吸的那一秒钟开始。我讲法律的定义，这样明白我的比喻哈 ？OK， 那就是从什么？来念一遍，存在跟什么？来，我要讲这个存在，因为我们今天讲存在哈。来，所以各位仔细听。假设在座每个同学，好，比如说彭伟林同学，假设了哈，今天他打算要自杀，当然没有啦，你假装，因为你都做第一个嘛，就都用你当例子哈。
，OK， 假装他要自杀。有时候我们就跟他讲啊，你不想想看母亲怀胎10月吗？你不想想看爸爸妈妈，当你是做得很辛苦把你做出来的嘛。我说工作啦工作得很辛苦，那先不要乱笑那当年生下来给你换尿布，给你喂奶，然后把你抚养长大，就是父母亲为了你的存在，为了你长大到今天，他们付出多少心力。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那有些父母可能很不负责任，那我们另外再说好不好？一般而言，父母亲妈妈怀胎10月，辛苦的把你生下来，所以今天你的存在是父母亲花了多大的心力让你存在的。来，各位对不对？某部分你可以说对，当然有些父母亲不负责任，我们就另外不谈在门诊另外来挂我的门诊再说了OK。一般而言，你的父母亲是怀着多大的辛苦把你生下来，怀着多大的辛苦把你养大，至少刚生下来不久怕你饿肚子，怕你冬天没衣服穿，怕你夏天太热，来，没错吧？一般而言我们讲一般而论。所以你今天的存在是你的父母亲花了这么高的代价而完成的，你竟然还敢说你的存在没有意义？你直接打开窗户跳下去吧。没有，我们怎么会打这个比？既然这个存在不容易，怎么可以跳下去呢？不可以OK。所以你怎么可以轻言放弃生命？如果说你的生命是你的父母亲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所换来的，懂我意思吗？对，所以以前其实是在比如说为了爱情而自杀的个案，或为了婚姻另外一半外遇而自杀的个案，以前我就跟他讲，你又不是你先生生的，你为什么要为了他而自杀？你是你父母生的啊。你因为婆媳问题想自杀，你又不是你婆婆生的，你自杀干什么？你是你男朋友生的吗？是吗？告诉我是不是你男朋友生的吗？那你为什么要为了男朋友而自杀？你是你父母生的，你为什么要为了别人而自杀？来，各位懂我的比喻以前我在做自杀预防的时候就很暴力很粗暴，各位就是简单而粗暴其实个性是非常粗暴的OK， 你是你男朋友生的吗？你是你先生生的吗？那你为什么要为了先生而外遇而去自杀？你不是他生的啊，你是你父母生的啊。你是当年你父母这么大的心力包括那要堕胎堕那么多次都没堕成功，把你生下来。好啦，开玩笑的对，这么大的心力把他生下来，你为什么要为了另外一个男人，为了另外一个女人就轻言自杀？各位，你的生命是你父母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而今天你的存在，来，明白我的比喻来，我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一切万有。这段我没有完全了解，我只是尽量解释给各位听。赛斯说，当年一切万有是花了很大很大的痛苦，在濒临疯狂崩溃的边缘而创造出天地宇宙万物的。如果各位你讲什么是神跟佛的爱，什么是一切万有的爱，我会讲这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徐师从来没有讲过，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概念。当年一切万有在濒临疯狂边缘，因为他的这个梦越来越栩栩如生，梦里面的每一个意识都告诉他，但是一切万有那时候还没有想出让他们存在的办法。可懂我的意思那时候存在还没有产生，他还没有想出存在的办法。各位，当时还没有存在，只有一切万有的这个概念，并没有存在这2个字。那一切万有就怎么办？他要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办。所有他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越来越栩栩如生。最后一切万有在濒临疯狂崩溃的边缘，他想到了存在的方法，就是释放跟给予自由。他怀着极大的阵痛，怀着极大的痛苦，他释放了他的梦。来，徐师在讲大爆炸，徐师在讲宇宙的诞生，一切万有最后不得不把他的梦怎么样？从不存在变存在，他释放了。
他给予每一个梦里面的每一个栩栩如生的意识，怎么样？让它迈向什么？存在。从开始存在，从天地开始诞生，从万物开始诞生。来，各位，这就是所谓的创世纪。所以赛斯讲过一句话，所有每一个意识，包括每一个人，每一只鸟，每一个原子分子，都是一切万有花了如此高的代价而挣扎、奋斗、忍受这么大的痛苦，而喜悦，而换来你的存在。所以一切万有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你叫彭伟林，因为最刚开始你只是他的一个意念。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原子分子，最刚开始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念头，懂我意思吗？最后一个念头变成天地宇宙万物，他是花了如此高的代价而换来你我的存在。来，各位，赛斯打过一个比喻，一切万有这个的创造性的阵痛，就仿佛你有一个梦想，最后这个梦想不断的驱策你必须去实现它，就好像一个作家，各位，他脑袋充满了所有创造的念头，但是你不给他纸跟笔，你看他会不会杀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画家，你不给他画布，不给他画笔，不给他颜料，他脑袋里面有一幅又一幅的画，可是你不给他材料，他会不会把你杀了？会。他会去寻找什么？所有的画布，所有的画纸，所有的笔跟颜料，懂我在说什么吗？各位，赛斯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一切万有的从不存在，就是所谓的năng，就是没有，空无万物。道家讲的空，太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概念。从无极，从空开始，最后从一切万有的意念而诞生天地宇宙万物。来，学校强调的是，如果各位你们是一切万有花了这么高的代价而诞生出来的，所以赛斯讲过，每一个一切万有的后代都要记得这个创造性喜悦的阵痛。来，各位，就像对不起，就像女人生小孩一样，来，痛不痛？叫什么？痛并快乐着。生产是人类所能经历到的最大的痛，可是它也是什么？生命的诞生，来，对不对？来，女人生产的痛苦就是在模仿当年一切万有诞生天地宇宙万物的这个阵痛。一切万有忍受这个剧烈的阵痛，让一切的万物存在。于是人类的意识进入轮回，于是物质宇宙从 Big Bang 有没有所谓的大爆炸，宇宙大爆炸而产生所有一切的万物，包括天空、大地、鱼类、鸟类、爬虫类、哺乳类，都是来自这个爆炸，而宇宙终于诞生了。来，徐氏在讲存在。好，我讲几个概念。第一个，一旦存在，永远不会被回收。你的存在是一切万有带着如此高的代价，如此高的痛并快乐着，如此大的祝福所被创造出来的。所以你怎么能不珍惜生命呢？来，各位，这是赛斯心法的哲学观。学士从来没有讲这么清楚过。这是赛斯心法的哲学观。这是赛斯心法的生命观，这是赛斯心法一切万有创造万物的一个起源。好，来这个部分，各位，我们有机会去搜寻印度的神话。印度的神话，在印度的神话有约略提到许医师说的这一段。好，你们去参考。好，印度有一个创造神叫什么？好，梵天。好，就是布袋戏里面的伊雅苏。好，梵天。好，你们去搜寻，去 Google。好，印度的三大神祇，的创造之神叫什么？梵天。在印度的印度教的传统里面，
整个宇宙来自梵天的一场梦。好，你们去查，好，印度教很多的概念跟赛斯心法非常接近。好，印度教很多概念，大家知道佛教是从印度教的一支出来的。好，整个佛教的体系是印度教的一支。好，最后佛教在印度不存在了，又回到印度教的整个本身。好，后来佛教是到了整个南传到整个东南亚，它才慢慢变所谓的佛教。好，在印度没有佛教，因为佛教又回到它所诞生的印度教的这个本源了。OK， 所以回到梵天，梵天就是印度教里面的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这个神。对，风太大，小一点温度太低了，有点冷OK， 好，来再回到这个创造。所以各位，徐世康提到一切万有的精神的第一个两难之局，以存在对抗什么？非存在。非存在就是不存在，就是不存在的意思。所以所有你的起心动念，它就是存在，它就是存在。好，所以我回到刚讲的，这里面对我而言几个很重要情感性的概念。赶快调一调，学士要继续上课风速小一点我风速小一点最小的风速来，第一个部分是一切万有怀着对所有它的造物主造物的什么爱。各位来，我再回到女人生产的那一刻。好，当然我得讲，不是每个妈妈都爱她的 baby 了一般而论，好吧，一般而论。好，每一个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的看到的第一眼，好，当然那个孩子长得是很丑了这第一眼，所有的妈妈一般而言都会爱上那个孩子。我要讲那个爱，所以一切万有对于他创造出来的所有的万物，来，各位不管是不是环肥燕瘦，不管是不是歪瓜裂枣，一切万有爱他的什么所造出的一切。来，各位记得。好，我的意思是说，从一切万有的角度，今天不管你们有没有成就，不管你们是愚蠢还是聪明，不管你们今天的社会地位高或低，一切万有爱他所有的创造物，直到最小。所以赛斯说，一切万有的爱，从一个人类到一只蟑螂。各位记得不可以打蟑螂。基本上我在家里，我跟大家讲过，我都会拿一个那个杯子杯子，然后就是盖住蟑螂。我再示范一次我会拿一个杯子，这样子，对，就是我会拿一个杯子，然后看到蟑螂有没有就盖住，当然要盖好，不要把它用边缘压扁了，就盖住，然后拿一张纸。来，给我一张纸。对，好，来一张纸，从下面小心的伸进去。好，对不起，弄湿了，然后就拿起来，这样蟑螂就在这个盒子里面，然后就走到隔壁，有没有？走到隔壁，然后就走到隔壁，然后把蟑螂这样对隔壁的窗户有没有？这样子丢出去。好，我那天就用这个方式把我们家5只蟑螂这样丢出去。对啊，那小蟑螂那个有的是小的，就这么小就会飞那一种，有没有？不是那种大的蟑螂，是那种小蟑螂盖着，然后对着隔壁的窗户有没有这样丢出去？好，来，谢谢。好，各位继续讲一切万有。大从一个人，小至一只蟑螂，都是一切万有的什么创造？所以各位，蚂蚁不能杀，蟑螂不能杀，好，不小心踩死就算了，好不好？记得，所有都是一切万有的创造。那所有这些东西刚开始都存在一切万有的起心动念，可是一切万有的起心动念是他起的这个心动的这个念，这个梦就会怎么样？它就会实现。来，各位，就好像你们的起心动念，
来，徐师这样讲，请问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是在执行所有你这一辈子所有的起心动念？那你们今天是不是起心动念要到现场来听演讲？所以你来啦。你接下来等一下回去有没有起心动念要买个肉粽回家再走？所以晚上不用吃晚餐，不用再煮晚餐了。有没有起心动念？还是你起心动念打算回家煮个简单的晚餐吃？还是你等一下晚餐打算要跟同学聚餐？那为什么去跟同学聚餐呢？来自什么？来，大声说。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这一辈子永远在执行你的什么？起心动念。所以最后人类他开始把所有他这一辈子的起心动念选择他觉得最重要的付诸实现。好，就像你可能有交过10个男朋友，最后你会选一个你最想跟他结婚的结婚，明白吗？同时你可能会有3、4个起心动念，想去玩，想念书，想去找朋友吃饭，想回家，最后你会选一个什么？选一个来实现，因为在时空当中只能容许一个行动，这样明白了吗？这就是单一时空的问题。那因为单一时空永远无法符合灵魂那么高的创造力，所以灵魂在创造出什么？多重时空。那为什么要多重时空？因为你那么多起心动念，单一时空满足得了吗？这样知道什么叫多重时空了没有？多重时空就是为了满足灵魂的创造力，它才需要多重时空啊。来，各位这样懂我徐氏的意思吗？就好像我打个比喻，来，徐氏的创造力很强，所以除了创造基金会，徐氏有没有创造诊所？有没有创造赛事文化、赛事管顾？有没有创造医学会？对啊，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多重时空就是为了满足灵魂的创造力，它才需要多重时空。好，我们再回到来，刚刚徐师讲了，第一个，所有的意识都是一切万有花了如此高的代价而存在。所以徐师这样讲，从一个角度，你怎么可以不肯定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人类很容易因为我不够好，我不够杰出，我不够优秀而否定自己，而自我怀疑。彭伟林，你不要以为刚才借我一张纸来抓蟑螂，好就可以让手机开着，好不好？彭伟林，各位，好，所以一切万有，好，所以赛斯的一切万有，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明白吗？它就是你，它就是你的创造者，它同时也就是你，因为你就是他的梦，你就是他的起心动念。那你是他的起心动念，那你是谁？你就是他。各位想懂我意思吗？所以赛斯心法的创造者、造物主跟万物的关系，它不是分开的。这是赛斯的整个创造论的哲学观。各位，因为我们来自一切万有的起心动念，所以一切万有永远没有忘记我们，虽然已经隔了几千万代了。懂我在说什么吗？虽然我们跟一切万有已经隔了几千万代了，一切万有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因为它现在还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它的能量，它的起心动念所演化出来的，明白了吗？来，各位，就你们没有仔细读《西游记》，你们没有仔细读《西游记》，你们知道为什么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你们知道吗？你们只知道如来佛很厉害。来，我告诉你们答案，因为孙悟空是如来佛生出来的啊。孙悟空是如来佛生的啊，彭伟林你不知道是吧？去看《西游记》，孙悟空怎么来的？如来佛祖有一天到南海吧还是哪里走路，好，为什么他走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走路不穿鞋子我也不知道，踢到一颗石头，留下一滴血，那滴血渗入那颗石头，就那颗石头吸收天地日月精华不知道几千万年，就在那个石头当中酝酿了一只什么石猴子。所以孙悟空怎么来的？孙悟空是西天如来的一滴血变化出来的。所以孙悟空的爸爸妈妈是谁？如来佛。所以他怎么逃得出如来的佛的手掌心？因为他是如来佛的精血幻化出来的，懂我意思吗？各位，《西游记》要仔细看呐，要仔细看呐。
所以为什么孙悟空逃不出他的五掌心？你就是我生的你，你是个兔崽子，你是猴崽子的，你这猴崽子什么脾气我还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孙悟空有神通，可以一个筋斗云108000里？因为他是如来佛的化身啊，懂了没有？所以为什么玉皇大帝收服不了他？因为孙悟空是如来佛的化身，最后跟着唐三藏到西天取经，有没有？所以《西游记》是这样来的，没听过啊？哦，你们中华文化的底子实在是有点弱。好，来，所以讲到创造，所以所有的天地宇宙万物都是来自一切万有，所以我们具有一切万有的什么？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什么？神通。现在终于知道怎么来的吗？哦，许是绕这一大圈解释给你们听思心法。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人类都具有神性跟佛性？为什么赛斯心法一直在讲人的身体天生是健康的，人的身体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你们以为这些理论是怎么来的？它通通有理论基础的，因为所有的宇宙万物都具有一切万有的本质，所以所有的人类的本质都是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但是你会迷失啊，你会迷失啊，这就是人类的问题，明白了吗？所以所有一切万有的子孙变成我们，所以刚讲你的存在就代表了一切万有的延伸。来，各位，我们再解释创世纪。在基督教的创世纪，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跑掉了。各位，赛斯说没有，纵使是一切万有到现在都还关注着人类，可是距离实在太遥远了。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就好像你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看许家的族谱，走破了族谱。那时候我去翻我们许家的族谱，许氏的族谱，我好像是第22代，族谱里面22代。我是第22代。因为我的名字应该是许应，应该的应。我们是有排行的，因为许氏是客家人。所以如果你们遇到一个叫许应什么的大概就是跟我同辈的。然后如果你们遇到一个这个许学什么的，有没有？就是我的上一辈。那如果你们遇到许时，时间的时，他有一首诗，那首诗我忘了，反正就是有一首诗啦，然后所有的许家的小孩子排名都是按照那首诗来的。所以你们如果在外面遇到一个这个许时什么他就是我的下一辈。这里先讲一个笑话。之前有一次我到嘉义去办一个这个公益讲座，其实后来一个学员他叫许时什么，然后带他的小孩来听演讲，我就一问，原来是我们组里面的，他就马上叫我舅公，马上叫我叔父。对，因为他跟我隔了2-3代。各位大家知道吗？有时候老大跟小的会差10-20岁以上啊，然后隔个几代之后就差很多啦。所以如果你在外面遇到因为许应的里面应该已经不多了。许应的不多了。对，好像那个台湾有个政治人物叫许信良。许信良是学字辈，他跟我爸是堂兄弟。许信良台湾早期政治人物，他是学字辈，他是我爸的这个堂弟。那关于许信良我要再讲一个笑话。各位，我不认识他，我们家跟他家也没有交流。他们家是在中立从政的，我们家是在南部种田的。不太一样。但是有一次我到美国去演讲，我演讲完的时候，那个招待的那个同学后来就跟我说，徐医师，我看你在演讲你的样子很像我早年的一个同学演讲的样子。他就跟我讲，我说什么意思？你早年你的那个大学同学是谁？
他说我讲话样子很像他大学同学。好，我就知道你大学同学是谁。就他跟我说他大学同学是许信良。他说我讲话的样子很像许信良，但我不认识他哦，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个人。好，我也跟他几乎没有互动过。好，除了我们许氏祭祖看过他之外，好，其实不熟。好，他是我爸爸的堂弟。好，那我刚讲，我讲这么多是在讲那个22代。好，对，济公哈，突然同学叫我济公。好，就好像比如说大家在看庆和这样既然叫我济公，那我到底要死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就是当一切万有传承了这么多代之后，他已经跟我们距离很遥远很遥远。但是赛斯讲一句话，一切万有从来没有忘记人类在地球上，甚至人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受苦受难。一切万有从来没有忘记过。所以仔细听，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一切万有就会派使者来到地球。释迦牟尼佛、耶稣，其实就是被一切万有派来的。来，懂我在说什么吗？来，因为虽然造物主离我们这么的遥远，好，就好像徐氏是许家第22代了。虽然造物主离我们这么遥远，但是造物主从来没有忘记，在遥远的银河系里面有一颗星球叫地球。他也从来没有忘记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那这是赛斯的哲学观。每一个人都在一切万有的意念当中，他到现在还是可以知觉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因为距离太遥远，他没有办法直接 reach 到我们，所以他会派使者来，像耶稣，像佛陀，甚至赛斯说他也是被派来的。赛斯说他也是被派来的。所以赛斯从开始到结束到现在，我们开始在推广赛斯心法，因为在现在的地球上，人类也正在受苦受难。各位，好，所以光是这个概念，你的祖先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一切万有从来没有忘记过人类。其实从这个角度回来看，各位，为什么你要质疑你的正当性呢？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哲学观的时候，来，各位，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哲学观，懂我意思吗？那宗教里面有这个部分，可是宗教里面又带着太多的原罪跟业障了。这不是赛斯心法的精髓。赛斯心法的精髓是每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每一个意识都是一切万有花了这么大的痛苦的代价而获得了存在的胜利。那么你为什么不肯定你自己呢？好，如果我从这个比喻来讲，各位，你可能觉得自己这辈子没什么成就，不够杰出。好，不是这个华人第一富豪各位，对不起，不是的，不是的。第一个，这不会是你的最后一世，不见得是你的最后一世。第二个，就算你这一世怎么的平凡，你到某一世一定会把所有你在地球上的学习在那一世当中发光发热。不是每一个人第一世就是佛，就是耶稣，就是米开朗基罗，就是梵谷，就是毕卡索。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赛斯讲过，就算释迦牟尼佛在当释迦牟尼佛之前，就算耶稣在当耶稣之前，他也不知道转世过多少次，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平凡的众生。所以赛斯心法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再平凡的人，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佛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算你再平凡，就算你再笨，不是讲彭伟林的就算你再傻，就算你今天领到智能残障手册，各位，那么这都不是你的全部，你的本质就是神，懂我在说什么吗？就算你这一辈子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各位，你都是这个伟大的能量的一部分。而这样的哲学观，说实话，在地球没有。在过去的
啊，比如说局势是读精神医学的，从存在主义，各位没有这个哲学观。你们知道存在主义是从科学论兴起的，对，存在主义是从大爆炸对兴起的。好，包括你们之前知道的卡缪啦，有没有？好，之前的存在主义者，各位，你们不晓得的是，存在主义者的骨子里是很悲观的，他是非常悲观的。好，所以你们在读欧文、亚弄的书也要特别注意，他的背后是存在主义。好，因为你们都不晓得其背后的哲学观。好，学士会去探索所有一切东西背后的哲学观。好，我们再回到自我肯定。来，终其一生，来，人很容易否定自己，人非常容易否定自己，人非常容易自我怀疑，人非常容易觉得自己很糟糕、没有用、没价值。来，懂我意思吗？这是一切万有给你的自由意志。各位，就像我们父母亲把孩子生下来，来，台语有一句话，我生你的心，但是我没生你的心。台语有一句话，我生你的身体。来，各位，但是身体其实也不是父母给我们的，是一切万有的创造。我生你的心，但是我没生你的什么？我生你的心，但是我没生你的心。两个不一样哈，发音不一样哦。我生你的心，身体的心，但是我没生你的心，心理的心。一个是心，一个是心。我生你的心，但是我没生你的心。各位，就算你的孩子，你都无法掌握他，他要娶谁嫁谁，他要做什么行业，你能决定吗？所以一切万有，他既然释放了这个梦，他就是带着最高的祝福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你放在舒适圈里面的。听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一切万有最大的痛苦。他明明知道所有的一切，但是他必须怎么样？释放这个梦。因为这个梦在他的心里面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直到找到了释放的机会。终于一切变得存在，终于最后你我存在了，明白了吗？所以一切的存在是被祝福的。但是人类的哲学，因为我刚讲了有了自由意志，所以人类会否定自己。来，就是要讲一下个人实相的本质。好，我忘记在哪一章里面的。再是有一段里面提到叫自我认可。好，再是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喻。他说，全世界所有的哲学观，万物只有人类拥有一个自我否定的机会，只有人类会不问理由的，或为了某一些荒谬的理由残杀同类。只有人类会选择相信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而自杀。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赛斯有一章，他说到底人类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以至于最后人会选择自我否定，人会选择相信自己的存在是没有价值跟意义的。来，我再引用赛斯的一段话。任何哲学让你相信你的存在是无意义的，任何哲学让你相信你的存在是没有必要的，这个哲学它就是废话。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任何否定人类存在价值的，任何否定人类存在意义的哲学，它就是废话。所以整个赛斯心法，各位，它非常正面。整个赛斯心法非常正面。任何否定生命存在的意义，任何否定存在意义的哲学都是废话。所以到底人类是怎么可能会自我否定呢？来，各位，所以这里面有一章提到，第21章，肯定、爱、接受与否定。肯定意味着什么？肯定，来，第598页，肯定
对你跟你所过的生活 say yes， 而接受你独特的个人性，你不用跟别人做比较。来，各位，我们的社会神经病，每个人都爱做比较。肯定是指肯定你存在的价值。今天就算你是一只蟑螂，洪伟林，你都应该要肯定自己，何况你并不是蟑螂，他是小苹果噻。OK， 好，各位，肯定宣告了你的个人性。各位，所以整个赛斯心法强调的是肯定你的存在，不使你的犯错都是为了学习跟成长。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人会为过去所做的事情后悔自责，各位，没有必要。犯错就是你的存在，犯错是宇宙给我们的恩宠，因为我们就是从犯错中学习。所以整个赛斯心法背后的哲学观，它是多么的正面，它是多么的鼓舞人心。这样各位，你们就知道学士为什么当年会爱上赛斯心法了吗？好不好？好，所以今天的讲座内容很深刻，有机会多听几次。好，然后把个人实相的本质第21章回去再好好看一遍，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公益讲座到这里结束。那等一下3点半是我们的工作坊3点半到5点半，暂时在天地宇宙之间。那同学如果有一些个人的问题想讨论想提出来，我们等一下工作坊讨论。好，谢谢各位。好，谢谢。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